2018年凌晨2点，某小区内一个蓝衣女孩像是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下一秒，一个黑衣男人从暗处走来。目睹了一切的男人仓皇间掏出手机就要报警，突然房间内的灯全部亮起，是妻子起夜喝水。男人立刻冲过去将灯关掉，殊不知这一状况早已被楼下的凶手看在了眼里。果然，等男人小心翼翼的再往楼下看去时，正好与凶手对视。男人吓得立刻低下头，而楼下正准备离开的凶手突然转身，并伸出手指数了数男人家的楼层，紧接着快步走向他家。男人看到这一幕简直吓疯了，于是立刻拿起球棍藏到门口做防御。等了好久没见有动静，男人好奇的推开门查看情况，见门外空无一人啊，只有一个快递出现在门口。男人拿起快递正准备关门的那一刻，此时一阵恶风袭来，凶手一锤子砸了过来，男人顿时被吓醒了。原来刚才防御时男人睡着了，最终他也没有等到凶手的出现，他又返回到客厅。现在是凌晨4点，此时离刚刚的凶杀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当男人回房间睡觉时，殊不知此时楼下躺在血泊中的蓝衣女孩还没有死。他奋力的摸出手机拨通了急救电话，而凶手此时杀了一个回马枪啊，一脚踢走了女人的手机，紧接着又残忍的补了2锤。就这样，女人被锤碎了最后的希望。第二天，小区内来了很多警察。男人下楼去上班时，看见满地的血迹，他想要告诉警察自己是目击证人，但一想到凶手残忍的杀人场景，再看向家里的妻儿老小，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股寒意。于是松哥选择了沉默。然而不止松哥，其实昨天晚上很多邻居都听到了女人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惹祸上身。面对警察的询问，他们的态度也都和松哥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让警方对于此案件一直没有进展。事发后的几天，松哥担心被报复，上班都是提心吊胆，恍恍惚惚，每隔1小时就要往家里打个电话，但他还是忍住了要报警的冲动。但即使这样，就真的会安全了吗？当天晚上，松哥妻子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对面却无人说话。松哥立刻意识到什么，拿过手机打了过去，对面仍然鸦雀无声。松哥觉得这通电话就是凶手打来威胁自己的，他害怕的从阳台向下看去，并没有发现人。但很快，松哥发现家里的狗不见了，他和妻子满小区寻找，殊不知此时的凶手就站在不远处的楼上盯着他们呢。狗子的消失让松哥更加提心吊胆了，他不敢告诉妻子自己是目击证人，直到一个疯癫女人的到来，他岌岌可危的安静生活马上就要被打破了。这一天，楼下的邻居慌忙找到松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也看到了对吧？”松哥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装糊涂，想要含糊过去。谁知女人情绪显得非常激动，拉着松哥就要跟他一起去报警，因为他最近发现那个凶手一直在小区里徘徊，他很害怕会遭到报复，但不想惹事的松哥怂啊，依然坚持自己什么都没看到啊，甚至客气的将女人赶了出去。他再一次选择了沉默。被拒绝的女人失魂落魄的回到家，殊不知他之前选择的沉默即将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因为凶手来了。女人刚进入电梯，紧接着一个黑衣男跟了进来。黑衣男低头沉默不语，而女人则一眼就认出了黑衣男，正是她曾经看到过的凶杀犯。现在身为目击者的她，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想跑，却又怕被凶手立刻杀死。电梯缓缓下降，这短短的几十秒啊，像是一个世纪般的漫长。终于，女人到达了家的楼层，她硬着头皮颤颤巍巍地走出了电梯。此刻，女人只求凶手别跟来呀，更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报警。也许现在凶手早就被抓住了，但幸好电梯下到了1楼，看来凶手是没认出来自己。女人大大的松了口气，她慢慢悠悠的回到家，谁知刚要摁下开门密码时，走廊尽头迅速冲来一个人影，啊，是凶手！女人无比惊喊，密码怎么都摁不对，最终还是被凶手抓住了。下场嘛，自然是杀的。殊不知，女人被杀的这一幕恰好被另一名目击者看到。松哥发现女邻居家房门虚掩，他下意识的向里望去，果然他看到了凶手正在处理女人的尸体。松哥吓得是目瞪口呆啊，硬是咬着后槽牙没敢发出一点声音。殊不知下一秒，他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松哥吓得一个激灵，火速挂断电话之后，立即向楼梯口跑去。凶手也听到了声音，拿着锤子就要继续杀人灭口。松哥生死失措的跑去保安室求救，结果大门紧锁呀。松哥只好扒开窗户，拿起电话。谁知他刚要报警，一声甜甜的女童声传来。松哥回头看去，正是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站在楼梯口，开心的喊着自己。而松哥眼睁睁的看着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此时也追到了楼下，淡定的站在大楼门口，那神态仿佛就在说：“你敢报警，我就敢杀你的家人。”这一刻，松哥再次选择了沉默。他放下电话，迅速将妻女拉到自己身边。就在松哥不知所措时，一名警察来查凶杀案。警察拿出照片让松哥辨认，因为警察知道松哥极力隐忍的眼神下一定是看到过凶杀过程。警察恳求松哥，哪怕给他一个眼神也好啊。看着警察眼睛内闪出的光彩，松哥想要告诉警察，真正的凶手就在你背后啊。但转眼松哥看看依旧站在大楼门口的凶手，他又怂了。松哥怒斥警察啰嗦，并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凶手，你们一直问的烦不烦
完呢？松哥的暴怒吓哭了女儿，也令查案的警察彻底寒心。最终警察说了句打扰便转身离开了。此时的松哥看着凶手也离开了小区，心里总算是短暂的松了口气。他如释重负的抱起女儿，不断的安慰她。松哥原本以为自己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凶手应该不会再伤害他们一家人了吧？殊不知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怎么可能容忍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秘密呢？接下来的几天，小区内接连发生多起失踪案。松哥知道这些失踪的人很可能都是目击者，可就算这样，松哥也依然选择继续沉默不言。但很快噩梦就要降临到他自己身上。小区接连发生多起失踪案，家属着急的在小区内贴传单，想让知情人告知点线索。周围的邻居们就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男人：本来这小区就出了杀人案，你们在满处贴这些东西，别人看到了该怎么说吗？小区啊，你妻子失踪那是你们家的事啊，你报警解决得了呗，何必搞得整个小区人心惶惶呢？再说了，你这天天贴，我小区房价都要跌了。此话一落，周围的邻居也是小声附和，保安也是很无奈啊，只能请求男人不要再张贴了，甚至还要抢夺男人手里的寻人启事。争夺间只散落了一地，男人蹲在地上一张张捡起，周围人冷漠的眼神仿佛在说着啊，千万别赖我呀。这时人群中走来一个女人，帮他捡起了寻人启事。随后女人淡定的看向那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她表示如果你失踪了，你丈夫因为害怕房价跌不去找你，你愿意吗？说完女人就挎着丈夫回家了，留下一脸尴尬的吃瓜群众在这里。可女人不知道，她的这句话不仅让那一群邻居挂不住面子，即使她的丈夫松哥也因为妻子的坦率而感到羞愧，因为她的丈夫就是目睹杀人过程的目击者，甚至还清楚的知道凶手的模样。但她为了家人的安全选择了沉默，可殊不知妻子早就发觉她不对劲了，于是回到家，夫妻二人坦诚不公的聊了一次。妻子理解丈夫的沉默，但还是鼓励他去报警。恶之所以会嚣张，那是因为善不够啊，如果善强大，恶岂能存活呢？这一次松哥没有再犹豫，他来到警局之后，将有关凶手的信息全部都交代了，并希望早日抓到凶手，还他一个安全和安慰。得知信息的警察火速出动，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因为此时的凶手已经来到了松哥家。他猛地出现，几锤子下去打死了看守警察。幸好妻子反应迅速，带着女儿逃出了家门。他边跑边喊救命啊！然而没有一户邻居愿意出来帮忙。妻子从楼梯逃跑，结果刚跑到1楼，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可就在凶手准备痛下杀手时，恰好2个路人经过，在众多眼神注视下，凶手愣是没敢下手。与此同时，松哥也迅速赶来，看着家人差点丢掉了性命，松哥终于下定决心，既然你不断威胁我的家人，那我只能跟你拼命了。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再松，而是抄起棍子，立刻朝着凶手逃跑的方向追去。果然在树林里，他追上了凶手。此时松哥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喷涌而出，他拼命挥舞着棍子，然而这点伤害对于凶手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松哥很快处于下风，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但为了妻子和女儿，松哥发了疯似的跟凶手拼命。当凶手拿起锤子准备对他下死手时，松哥一个随机攻击，最终将凶手打倒在地。凶手再没了还手之力，松哥死死地掐住凶手的脖子，骑到凶手身上，将这些天所受到的惊吓和被凶手害死的人们一拳拳都还了回去。可就在这时，突然来到的泥石流将二人迅速淹没。第二天山洪停止，松哥从泥水中醒来，他没死，可等他爬起来时，发现周围全都是被害人的尸体。松哥知道这是凶手的埋尸地啊！这一次，松哥及时通知了警察，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后来通过审讯，凶手没有童年不幸，也没有家境贫困，但此人却成了连环凶手。这时候，松哥带着妻女搬离了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部影片映射了一个令人心冷的现象：如果一个人躺在地上，我们选择了沉默；如果一个人死去，我们选择了沉默。最后，罪恶奔你而来时，可能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就像最后松哥离别时，望着万家灯火的小区，他高声呼救，却依然没有人回应他。사람 살려！最后，阿松哥想要引用一句网络上很火的一句话：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再无人为我呐喊。Goodbye, everyone.